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三皇子萧凌风罪证昭著，3天后问斩。然朕念其与曹丞相嫡女曹莹莹早有婚约，特令曹家领旨后，即刻送女赴天牢成婚。3天后陪葬陵寝，以全夫妻之意。横竖都是死，我不如现在就去死！你替你嫡姐嫁过去，万一有命活下来，以后的日子不会让你过得太差。爹，我不想死，我不要。能给皇子陪葬是你的福气，否则就凭你这条贱命，嫁个马夫都是高攀。20年前，我爹靠我娘气运女之身得了丞相位，又搓磨死糟糠之妻，将我作践的连丫鬟都不如。如今把我推出去，三皇子不会死，但相府悬了。三皇妃，今儿个委屈你了。不委屈，劳烦公公引路。曹植人那老狐狸，看我一招失势，竟找了个冒牌货糊弄。罢了，本就是墙倒众人推。三皇子，红盖头我帮你掀了，那合卺酒要喝吗？我知你是苦命人，会力保你出去。远郊破庙前那棵杨槐树下，有我差人埋的1箱黄金，我一人死不要紧，不需要旁人陪葬。如今我们成夫妻了，只是这破地方要洞房怪难为情，你的身体现在恐怕也……都什么时候了，你脑子里在想什么东西？只有成了真夫妻，我的气运才能为他博得生机。可他是皇子，必不信怪力乱神。无耻！三皇子，我只是想给你看看伤口，我会一点医术。我娘是医女，当年就是她救了我爹，才结下那段孽缘。这里什么药都没有，看了也白看。我有。白费力气。萧凌风，我不会死，你也不会，我带你出去。你到底在高兴什么？高兴的事有很多，比如嫁了个如意郎君，还有终于不用再每天干脏活累活，也不用再挨打了。和你成婚这几天，是我过得最舒坦的日子。是吗？那这样舒坦的日子很快也会没有了，再不走，可就真没机会了。有的，萧凌风，有的。三皇子要吃吗？吃饱了才有力气出去。相府来人看你。运初啊，听说圣上最近要下旨了，你爹让我给你带样东西，为你好，到时少遭些罪。挂记着我，圣上下旨要嫁给三皇子的是嫡姐，不是吗？真记挂，我就不会把我送过来。必死的局，爹才舍不得我。你这个外室生的小贱种，活该替我去死。爹爹已经在为我和太子议亲了，以后我就是太子妃，你拿什么和我比？是吗？我不会替任何人去死。饮下这毒药的人绝不会是我。谁打的？讨厌的人，看起来很快我们就能洞房了。若有朝一日能出去，若日能出去，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做皇帝。我许你，就做皇帝。赐死诏书像利剑悬在头顶，我怕来不及。夫君，我要是现在强来，有力气踹我，说明他经得起折腾。接下来一日，他像防贼，衣服穿得更厚，躺下也不脱。不能再等，
诏书快下了，再让他恢复2日，我怕也强来不得了。你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他日我死，向父皇求让你活着出去，许你另嫁他人，完璧之身也能得婆家少待，何苦栽在我身上？我娘说，我们族人一生只跟一人。我们喝过合金酒了，萧凌风，我们是夫妻。我说过，你不会死，我会带你出去。快来不及了，夫君，求你，你信我一次。曹云初，你知不知道真正夫妻意味着什么？你怎么敢？为什么不敢？外头的人都盼着你死，曹知人盼着，梁氏盼着，曹莹莹也盼着。他们把我送进来，不是让我嫁人，是让我陪葬。这是曹莹莹塞给我的，她叫我在圣旨来之前自行了断，好给相府留个体面。萧凌风，你看见了吗？他们给我的退路只有死。你若真觉得我清白名声要紧，那你告诉我，我现在还能清白到哪里去？我同你孤男寡女共处大狱这么多天，外面的人会信吗？那你要什么？我要你活，我要和你一起活着从这里走出去。你把活路压在我身上，曹云初，我如今不过是个等死的罪人。那我也压了。你若不信我，就把这毒药给我，反正天亮赐死也好，今晚自尽也罢，都不过早晚。可你若信我一次，我们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你凭什么这么笃定？就凭你还活着，就凭我不想死。这是你自己选的。是。若以后后悔，不会。曹云初，我说不会。成了。怎么了？没什么，怕你死了，看看你还有没有气。来了，是赐死诏书还是活路？快些，齐公公亲自来了。三皇子萧凌风、三皇子妃曹运初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昨夜突发恶疾，思及天恩浩荡，念众生不易，特大赦天下，以积福泽。三皇子萧凌风一案暂免死罪，即刻出狱回府。其妃曹运初回同归府，不得怠慢。钦此。儿臣接旨，谢父皇隆恩。三皇子，皇上如今病势凶险，您既出了大狱，便好生将养，宫里怕是很快还要传您。有劳齐公公。运初，你曹运初，你倒是命大，托嫡姐的福。三皇子殿下大难不死，实乃万幸。运初年纪小，不懂事，这几日若有冒犯，三弟果然命硬。父皇都病成那样了，还能想起赦你一命，看来老天也舍不得收你，让太子和太子母妃失望了。运初，你既已出狱，改日也该回相府见见你母亲。你母亲担心得很，她如今是三皇妃，回不回相府，轮不到曹丞相在大狱门口教她。运初，没事，大概是喝酒了。怎么这么冷？昨夜伤着了？没有，牢里阴寒，谁待几天都这样。我懂医，真无事。身前没吃饱，又被曹莹莹闹得头疼，缓一缓便好。回府，备热水、饭食，再请女医候着。
娘说过，气运女择了人，便是拿自己的命数替她挡灾。昨夜把她从必死里拖出来，今日还能坐在这里，已经是老天给脸。疼？还好。他打你的，以后不会了。云初，真心要给，也要留7分。女子若把命全押出去，便再没有退路了。怎么了？粥有些烫，我想睡一会儿。女医在外头，有不适便叫人。宫里来了口谕，皇上定重，命三皇子萧凌风携三皇妃曹运初立刻进宫侍疾。父皇，儿臣在这儿。老三来了。儿臣在。父皇咳得厉害，儿媳奉茶润喉。你会诗句吗？别冲撞了皇上。她是三皇妃。父皇，喝些茶。老三，你这位皇妃倒像是带了几分生机。若你母妃当年身边也有这样一个人，都退下，你留下。老三，这些年你是不是还在恨朕当初没保住你母妃？朕知道你心里有怨。父皇若只是想听儿臣说不愿，大可不必并推旁人。皇上息怒。我以为他空后位多年，也算是给了他一个交代，你怎的就不能放下对我的芥蒂呢？那个女人不死，所有都是空谈。皇上，外头都说纯妃娘娘当年擅妒谋害皇嗣，您厌弃她，连同三皇子也一并不喜，真是如此吗？纯妃，她不是外头传的那样。当年宫里许多事，朕坐在这个位置上要顾及的太多。顾忌太多？父皇一句顾忌太多，便能抵过我母妃一条命？老三，朕对不起她，也对不起你。可人死不能复生，你不能一辈子困在旧事里。放下。父皇可知冷宫的门有多重？可知我母妃死时，身边连个能传话的人都没有？可知我跪在殿外求您见她最后一面，等来是什么？是皇贵妃的人告诉我，父皇不见，儿臣放不下。萧凌风，朕只是想在临死前抹去和老三之间的嫌隙，为什么这么难？他怨朕，朕知道，朕只是想在避仙前叫他少恨一些。皇上若真想抹去父子嫌见，可愿给萧凌风一条足够活下去的路？他已被赦免，待朕拟旨，可封他为王，赐府邸，赐田庄。若他愿远离京城，朕也可以。没用。皇上，封王也好，赐府也好，都是您活着时才有用。您一旦病天，太子萧策、皇贵妃会认吗？萧凌风刚从死牢出来，伤还没好全。今日在大狱门口，太子看他的眼神，恨不得当场都把他拖回去。他不是怕萧凌风活着，他是怕萧凌风活着还清白。萧凌风获罪是被构陷毒害皇贵妃，案子未彻查，皇贵妃仍是皇贵妃，太子仍是太子。您给他的赦免不过是一张盖了玉玺的纸，是能挡刀吗？能挡皇贵妃的恨，挡太子萧策的杀心吗？皇上当年没护住纯妃，纯妃娘娘被打入冷宫，被逼到自尽。
三皇妃，皇上心里若真有他，这些日夜夜难安也是该的。可难安有什么用？他已经死了，如今他的儿子还活着，皇上难道还要眼睁睁看着皇贵妃和太子萧策把萧凌风再逼死一次？你想要朕如何？既然要护，就别拿那些虚的糊弄他。皇上，把太子之位给萧凌风来做。这话说出口，便没有回头路了。若先皇此刻喊人，我的脑袋立时就能落地。当日圣旨下到相府，妹妹觊觎三皇子妃的位置，竟不顾皇上要嫡女出嫁的意志，将我推下花园小湖，害我昏迷数日。爹爹和娘不得不冒死让她替嫁，并非我不愿嫁给殿下，都说家丑不可外扬。如今我就是豁出脸面，也实在不想殿下受她蒙骗。我那妹妹乃是外室所生，连个庶女都算不上，就是个私生女。她为了贪慕虚荣，竟以这样的卑贱之躯待我出嫁。她这上不得台面的身份，如何配得上皇家？嫁她那天，她曾怒骂曹植人那老狐狸，竟找了个冒牌货糊弄。如今她身份恢复，还会认我这个冒牌货吗？说完了吗？嫁与我，她就不再是那个让你们瞧不起的庶女，现在她是三皇妃。不管怎么看，是个正常人都会顺着曹莹莹的说辞，将罪责推到我一人身上，保全皇家颜面。娘，您死后这么多年，再无一人护我，娘，我那7分真心，怕是保留不住了。为什么？他一个贱人，凭什么？我才是那个应该嫁与你的相府嫡女！注意你的言辞，这是第一次警告，也是最后一次。你爹是太子党，太子若能保住丞相府，还要搭上一个嫡女给我陪葬。回去叫你那猪脑子的爹好好想想啊。秋夜里寒重，怎么出来了？方才没找见你。走吧，回父皇那边。皇上，宾天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霍宝宗庙20有余年矣，赖天之灵，社稷之福，方内安宁。朕之诸皇子孝谨，太子萧策勤勉持重，辅政多年，熟达数政。然国本关乎社稷，储君当以人民宽厚，能承祖宗基业者居之。二皇子萧玉性情端方，恭俭仁孝，深合朕意。今改立二皇子萧玉为皇太子，承继大统，即刻登基，内外臣工贤使闻之。你念错了，孤才是太子，奴才不敢。父皇亲封的太子，他怎么可能废过？儿臣领旨。父皇，你醒醒！你告诉他们，孤才是太子，皇贵妃才是后宫最尊贵的人，孤是你的嫡长之选，你不可能把皇位给萧玉。滚开！孤是太子，你们敢拦孤就是谋逆。萧玉算什么东西？你也配？父皇最疼的明明是孤，是皇贵妃，你们一定做了手脚。国丧当前，不得喧哗。前太子悲痛过度，失了仪态。来人，先扶下去看管，莫叫他再惊扰父皇英灵。孤不是前太子，孤没有被废。萧玉，你敢？曹植人，你说话！你们都说话！你们等着，孤不会输，孤才是太子。前太子骤失父皇，悲失仪，言行无状，念其一片哀思，暂夺东宫权柄，闭门思过。皇上宽仁，前太子只是伤心过度，并无他意。父皇尸骨未寒，朕不愿朝堂再乱。诸位若真忠心，便该先替父皇守好这江山，而不是在陵前争执不休。他暂留萧策性命，是等前太子党自己露出马脚。三弟，你受冤多年，父皇临终前最放心不下的便是你。如今冤狱初雪，军中旧部仍念着你，朕初登大佐，正需你替朕安抚人心。皇上有命，臣弟不敢辞。东宫旧人盘根错节，若让旁人去查，
难免有人说朕容不下兄弟，你去最合适。这不是恩宠，是把萧凌风推到前太子党对面，让他替新帝清路，也让所有萧策旧人都恨上他。皇上今日又让你做什么？查萧策旧部，查出多少？够杀一批。怕？我怕的不是杀人，我怕刀杀顺手了，握刀的人也会被忌惮。云初，你比许多朝臣看得明白。那你还接？不接也会让我接。萧策的人不会放过我，萧玉也需要我去挡他们的恨。既然避不开，不如先把能收的筹码都收回来。气运改了萧凌风的死局，却把萧凌风推入另一张网。启禀王爷，丞相大人求见三皇妃。见过三皇妃。丞相大人，此来为何事？运初，我知你心中怨我，你我到底是父女。从前种种是家中内宅之事，有误会。如今外边风声正紧，相府若再生内乱，只会叫外人看笑话。所以，丞相大人是来教我顾全大局的？不是教，是同你商量。你和莹莹都是曹家女，打断骨头连着筋。曹莹年少不懂事，从对你有些冒犯。你做妹妹的，何必同曹莹莹计较到底？曹莹莹把我推进花轿时，不曾想过我是曹莹莹的妹妹。梁氏带毒药进大狱，逼我自尽时，也不曾想过我姓曹。丞相大人现在提骨肉亲情，会不会太晚了些？运初，你听爹说，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那时圣旨已下，三皇子获罪，谁嫁过去都是死局。曹莹莹是相府嫡女，不能折进去。我送你去，也不过是权宜之计。权宜之计，所以我的命天生就能拿来权宜。可你如今不是好好的吗？三皇子也因你脱困，你现在是名正言顺的曹运初，连新帝都要给3分颜面。若不是当初替嫁，你未必有今日尊荣。丞相大人绕了这么大一圈，不如直说，你今日来是要我认回父亲，还是要我替相府脱罪？萧凌风近日在查前太子党，丞相大人从前压在萧策身上的东西，想必不少，你怕了。初儿，求你看在腐女一场，看在你与曹莹莹姐妹一场的份上，去三皇子面前说一句：曹莹莹糊涂，曹莹莹罪不至死。相府多年为朝廷效力，也不该因一时站错线，满门倾覆。初儿，求你念在父女情分，保曹莹莹一命，也保相府一线生机。没有我娘，你曹之人算什么东西？三皇妃，慎言！这里是三皇子府，不是相府。我叫你一声丞相大人，是给萧凌风的体面，不是给你的。怕我这话传出去，朝中那些门生故旧忽然想起查一查你当年怎么从落魄书生爬到丞相职位。当年的事，你一个想辈知道什么？我知道的不多，只知道你穷得连一碗热粥都喝不上，病倒路边，是我娘把你捡回去。我娘靠看诊采药过生，却省下口粮给你熬药，替你买笔墨纸砚，供你读书。你赶考的银子是谁给的？在京中落脚的钱是谁凑的？你每次写信说缺粮饷，我娘是不是把诊金、药钱，连过冬棉衣钱都寄给你？够了，不够。你考中后嫌我娘出身低，怕我娘站在你身边折了官途，你不敢认糟糠，也不敢让人知道你发迹前靠一个女人养活。我从未嫌弃你娘。那你为何不接我娘入府？因为那时你已攀上梁氏，官家女门第好，能替你铺路。你回庄子见我娘时说再等等，等你站稳脚跟，等相府安排妥当，就接我娘进京。我娘信了。等到生下我，等到身子一天比一天差，等到腹中又有了你的孩子，还是等不到你给一个名分。你每次去庄子带来的不过几句甜言蜜语，几句将来补偿，可你走的时候，从他身上拿走的是他的气运。你不是不知道我娘不同，你试图每次逢凶化吉，每次该摔下去却有人拖一把，每次无望却得贵人轻眼，你真以为全靠自己？胡言乱语，试图臣服，自有天命，岂能被你几句怪力乱神污蔑？天命？你的天命是我娘病得下不了床时你在朝堂升迁，是我娘咳血时你入了中书，是我娘怀着7个月男胎撑不住时你坐稳丞相之位。曹植人，你的官帽上沾着我娘的命。我并非无情，我给过月钱，从未断过你娘的用度。夫人也按时送药，你娘病重那些年，药钱流水一样花出去，药方我也看过，都是名贵之物。月钱到了谁手里？你让梁氏送去的药，又有几碗真正端到我的面前？那些名贵药材是进了我娘的药挂，还是进了梁氏和曹莹莹的庄匣？没有亏待。曹之人，你也配说这4个字？我娘懂医，我娘比谁都知道自己的病该怎么治，可我娘没有银子买好药，没有人请好大夫，病得起不来时还怕我饿着，撑着给人写药方。
只剩一把骨头，手冷得像雪，还摸着我的头，让我不要恨你。还有一件事，我娘死的时候，肚子里还有一个孩子，7个月了。曹知人，你敢对天发誓，你问心无愧？不是我不知情。夫人心善，夫人不会害人，定是底下人贪墨，定是账房胆大包天。我若知道，怎会不管？我也是被蒙蔽了。我看过药方，我给过银子，我没有亏待你娘，我没有。你不是不知道，你只是不能知道。若知道，便是踩着我娘的骨血爬到今日；若不知道，便还能说自己只是被梁氏蒙蔽。三皇妃，你如今是有了倚仗，可相府若倒，你也未必能独善其身。送客。曹知人的名字在前太子党旧臣第一列，新帝要借此清朝堂。曹莹莹倒是记性好，只记得自己该得的，不记得当初是谁跳湖不嫁。曹莹莹闹得太巧。梁氏在相府前厅骂您外侍女，偷嫡姐婚事，还说要寻当年传旨救人，把替嫁的事翻出来。小姐，他们怎能这样颠倒黑白？他们不是颠倒黑白，他们是没有别的路了。你不怕？怕什么？怕他们说我曹运初是替嫁，这本来就是事实。怕他们说我曹运初不是嫡女，我从来也没当过相府嫡女。当初他们把我绑上花轿，是要我替曹莹莹去死。如今见你活了，又要说我曹运初抢了曹莹莹的命。这不是他们能不能翻身的问题。曹知人若只是前太子党，新帝请他名正言顺；可若相府咬住你冒名替嫁，事情便不止在相府。父皇赐婚，皇家迎娶满朝皆知。若有人说三皇子府明知冒名仍认下你曹运初，便是欺君，也是打皇家的脸。曹莹莹和梁氏蠢，可他们的话正好滴到神人手里。曹知人舍不得这根稻草，新帝也未必舍得。三皇子，陛下有旨，请您即刻入宫。何事这样急？前太子党余孽未清，皇上自然要倚重三皇子。皇上还说三皇子府近来辛苦，只是宫中也听了些旧话。当年赐婚相府嫡女之事，皇上记得；曹运初替嫁一事，皇上也记得。曹莹莹和梁氏的诋毁，已经成了新帝手里最顺手的道。去睡吧，三皇子吉人自有天相，不会有事的。若只是相府后宅里的嫉恨，萧凌风一句话便能压下去。可昨夜内侍点破相府嫡女，这事儿已进了宫，进了新帝耳朵里。皇上口谕，三皇妃曹运初接旨。先皇赐婚，所指乃相府嫡女，曹运初非嫡非长，冒名替嫁，乱皇家婚仪，欺君罔上，按律本该治罪。然念曹运初昔日在牢狱之中，曾救三皇子萧凌风于危难，亦算有功。皇上仁厚，不愿因旧事再兴刑法，特免其罪责。免罪。曹莹莹跳湖抗婚，梁氏送我进大狱，曹知人默认我去替死，到头来罪名却落在我一人头上。皇家颜面，不可一再为市井舆论所损。三皇子萧凌风与曹运初这桩婚事，名分既有差误，便不宜再以夫妻相称。不宜再以夫妻相称，那大狱里的合金酒算什么？我以气运换回萧凌风一条命又算什么？皇上体恤曹运初孤苦，不追究冒名之罪，亦不将人押回相府。自今日起，曹运初离开三皇子府，归还自由身，三皇子府不得阻拦，相府亦不得强留。三皇子，皇上还说兄弟情分珍贵，莫为后宅错乱之事伤了君臣和睦。您看此事可还有异议？
谨遵圣意。三皇子明理，皇上自会放心。在你心里，我从头到尾都只是一个阴差阳错装进花轿的庶女。曹运初，谢皇上恩典。萧凌风，若这桩婚事从头就是错，那我这些日子算什么？圣旨点明的本就是相府嫡女，所以我不是。曹运初，新帝以欺君抢奸之罪，你如今可以离开三皇子府。好，既然如此，给我一封休书，至少让我拿着休书走出去，证明我不是无媒苟合，不是相府随手塞来的替死鬼，证明这些日子你曾明媒正娶的认过我。这桩婚事本来就是错的，圣旨点明的是相府嫡女，何须休书？那曹莹莹呢？新帝说圣旨点的是相府嫡女，你不给我休书，是不是因为往后要用曹莹莹补回那道圣旨？曹莹莹才是名正言顺的相府嫡女，是不是？萧凌风，你真会算！老李要我活，在宫里认我名分，如今新帝一句话，你便把我摘出去，好的很。小柳，送曹运初出府时不必为难，曹运初要带什么都随曹运初。是。萧凌风，今日之后，我与你两清。姑娘，奴婢不信是您抢的亲。世上的太多事，不是见白是白，见黑是黑，我无所谓了。至少我比我娘幸运，萧凌风给了我自由身，我该感激。至少我不用像我娘一样，一辈子困在一个男人施舍的情分里。找到了。道上的杀手可有消息了？姑娘放心，小的天天在茶馆盯着呢，一有路子立刻给您引荐。姑娘，这是喜脉，已有2个月余了。姑娘，这是喜脉，已有2个月余了。跟萧凌风的那一次，我竟然怀上了。娘，弟弟，你们的仇我暂时报不了了，我得走。若留在京城，迟早一尸两命。您若还在，一定希望我保全自身，好好活下去。阿女啊，你长得可真水灵，跟天上的仙女下凡似的。婶子说笑了，不过是粗通农活，短短2个月，这柴火够我烧1年了。他与萧凌风那种不染尘埃的谪仙，完全不是同一卦。我与他绝无可能，也不想耍他。夏大哥，进屋喝口水吧。夏大哥，这些天就当我雇你干活的，今后你若愿意，
还可以继续来。挑水劈柴这些重活，我确实需要人帮忙。不用，我不是为这个。要用，不收钱，就别来了。我这辈子只想守着这小崽子过了。我明儿还来。我会为你谋退路。说完了吗？不管怎么看，是个正常人都会顺着曹莹莹的说辞，将罪责推到我一人身上，保全皇家颜面。嫁与我，她就不再是那个让你们瞧不起的庶女，现在，她是三皇妃。娘说我们这一族只能跟一人。从前我不信命，可在大狱里和她成了真正夫妻，才知道有些东西不是一纸休书能斩断的。要去茶摊坐坐吗？你这些日子闷在屋里，脸色不大好。京城可热闹了，成王大婚排场大得很，街上红绸挂了好几日。成王你们知道吧？就是从前的三皇子萧凌风，如今皇上亲封的成王，娶的可是相府嫡女曹莹莹，真是门当户对。相府嫡女，原来兜兜转转，圣旨里该嫁给萧凌风的人，终究还是嫁给了他。回去吧。又梦到他了，梦见他娶了曹莹莹，梦见自己哭着求他别走，我真没出息。睡前我分明关紧了窗户，难道是我记错了？萧凌风，我馋你的脸，馋馋的身子，尝过了也不算亏。你没许过我一辈子，我也没帮你坐上皇位，你不欠我，我不欠你。若我二嫁给夏青，会是什么后果？不过是跟昨夜的梦赌气罢了，何必连累老师？京里动荡，出大事了。皇太妃自缢，前太子出逃，丞相府尽数下了大狱，成王妃也在其中。成王妃，曹莹莹，萧凌风，你终究是被封了成王。成王如何，与我无关了。不过曹家倒台，真是大快人心。这是成王和皇上联手布的局，就是为了清除前太子党羽。此次牵连的还不止丞相府。这是萧凌风和新帝布的局，那我是局中的一部分，还是被舍弃的弃子？从明日起，你不用再来我这里了。我快要生产了，你一个大男人也不方便，我找了村头的六婶。扯着疼，好在还没到时候。六婶，你自己看着来，我困。先别睡了，待会儿路上再睡。都当娘的人了，悠着点儿。你怎么会在这里？我来接你回去。你如今，我不放心。成王说笑了，我与你毫无瓜葛，有什么不放心的？是吗？盗走本王一箱金子，你揣着孩子，怕是不好下大狱的。那是你说要给我的。那时是你选择和我做夫妻的，你可没选那箱金子。备车，软垫铺后些，炉子点上，热水和稳魄都让人候着，不得惊动村里人。是。萧凌风，你什么意思？我不需要。夜里凉，你身子重，不能受寒。你现在倒会管我冷不冷了。曹云初，先跟我回去。回哪里？回你的成王府，看你和曹莹莹如何夫妻恩爱。没有夫妻恩爱，成王府也没有他。所谓成王妃，只是给旁人看的名分。曹莹莹住不进我的院子，也进不了我的身。慢些走，不许颠。若夫人不适，立刻停。
兜兜转转，我娘和弟弟的仇终于能报了。我要见曹植人，还有曹莹莹，不然孩子跟我姓。你明知是假的，何苦还要气我？怎么，成王如今连我这点不愿意都不许了？好。可有不舒服？没有。牢里阴冷，你若撑不住，随时出来。走吧。慢些。唐日初，你这个贱人，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吗？你满意了？你终于把我害成这样了！你怀了他的孩子，凭什么？当初该嫁给萧凌风的人是我，成王妃的位置也该是我的。你不过是个外师所生的庶女，你凭什么抢我的？当初不是你跳湖不肯嫁吗？怎么，如今牢里的水不够深，你又想跳一回？若不是你命贱替嫁，萧凌风怎么会活？若是我嫁过去，他也一样会护我。你不过是捡了我的便宜。成王，相府冤枉啊！曹植人是被前太子牵连的，我们妇道人家什么都不知道。莹莹年纪小，说话没分寸，求您看在姻亲名分上，饶她一命吧。成王，我是被逼的，我根本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我只是喜欢你，我只是想嫁给你啊！允初，你如今有孕，最该为腹中孩子积德。相府纵有不是，那也是你的根。梁氏养你多年，莹莹与你同父。至于我，我是你爹。好女儿，救救爹！我是清白的，是前太子把我拉下水的。积德？我娘病到咳血时，你们可曾积德？她肚子里7个月的孩子没了时，你们可曾积德？我被塞进花轿送去大狱陪葬时，你们可曾积德？你娘的事与我无关，她命薄，她自己留不住福气。闭嘴！她本来就命贱，一个医女也配进相府？你也一样。若不是你会勾引男人，萧行风怎么会护着你？曹莹莹，你最恨的不是我害你入狱，是你发现即便重来一次，萧凌风也不会选你。你又想拿什么腌杂东西来污蔑我们？认得吗？不认得。你少在这里装神弄魔，有话直说。当年我被绑着替曹莹莹嫁进大狱，然后梁氏带着你来见我，亲手把这瓶药送到我面前。你胡说！你说这是爹爹挂念我，你说三皇子萧凌风必死无疑，赐死正值很快就会下来。我一个庶女能得一瓶不受痛的药，已经是天大的恩德。你去过大狱？我没有，他撒谎，他恨我，恨莹莹，恨你没有给他娘名分，所以编这种话离间我们。爹爹，你别信他，他自小就阴毒，见不得我和娘好。他娘没本事进相府，他就恨我们占了正室的位置。你可以不信我，反正你这一生信过梁氏的账票，信过曹莹莹的眼泪，信过太子给你的富贵，就是没信过我娘，也没信过我。我娘死前没等到公道，她腹中那个7个月的孩子也没等到，可我替他们等到了今日，已经等够了。曹云初，你到底想做什么？你如今有萧凌风护着，有孩子，有荣华富贵，你何必还揪着旧事不放？因为旧事里死的是我娘，不是你娘。爹爹，救我！他疯了，他一定要害死我们！小心脚下。圣上开恩赐你们毒药，药只够毒死2个人，剩下1个能活，你们自己选。
曹运初，你敢！我是你爹，你这是大逆不道，是弑父！我没碰你，把那东西丢出去，快丢出去！不是我给你的，是娘说只要你死了，我就不用嫁进大狱。莹莹，本来就是，我不想死，我不要死。真是你，你竟敢背着我做这种事！背着你，曹之仁，你少装干净。若不是你舍不得曹莹莹去陪葬，曹运初能被绑上花轿。如今倒来怪我，毒药是你给的，主意是你默许的。冷吗？别的妇人有身孕都会圆润一些，你反倒是瘦了。现在知道关心了，是我对你不忠。曹之仁和梁氏已无气息，曹莹莹还活着。睡。曹运初，你娘若看见，至少会知道，你没有再被他们欺负。娘若真能看见，会不会怪我来得太晚？会不会也和我一样，等到这一天，却只剩满身疲惫？曹之仁和梁氏死在自己的选择里，是人和的梁氏，不是你杀了他们。相府的账今日算完了，剩下的是前太子党，是萧策，是先皇遗诏背后的疑云，也是新帝如今还肯容我几分的虚情。这些账我会一笔一笔清，你和孩子不该再被他们拿来填坑。不该，萧凌风，这世上许多事从来不是该不该，所以我会让他们不能。曹莹莹怎么办？她活着比死了有用。你要放她出去？不是现在，也不是摆放。曹莹莹恨你，恨我，恨相府毁了她，也恨新帝没有保她。这样的人，只要有人递一根绳子，他一定会抓。萧策如今藏得深，前太子党被清了几轮，却还剩几条暗线不肯露头。我已经让人暗中盯着曹莹莹，牢里的人会给她机会，让她以为自己还能逃，只等她离开牢狱，看谁会来接她。若来的人不是萧策呢？那就顺着查，前太子党也好，新帝身边的人也好，只要他们敢伸手，我就把手剁下来。牢中传来消息，曹莹莹被人放出去了，属下一路跟着，最后停在前太子旧党常出没的一条暗巷。谁带走的？是一名内侍，持宫中腰牌，说奉皇上口谕，另审陈王妃牵连太子党的案子。牢头不敢拦，人就被带出来了。曹云初，那是给外人看的鱼饵。鱼若不上钩呢？那就让鱼以为饵已经脱了钩。属下按王爷吩咐，没有逼得太紧，只留了半条路给他。他以为无人看守，立刻找接应的人说话。前太子还记得相府当年的婚约，只要你听话，未必不能翻身。他信了，信了。他怕王爷不放过他，可那人说，王爷如今顾着王妃生产，不会把心思放在他身上。皇上也未必愿让王爷继续查太子旧党。他若出面咬住王妃，便能让王爷自乱阵脚。他们倒是会挑地方下刀，因为他们知道，旁的刀伤不了我。曹莹莹怎么说？他说他落到今日，全是王妃害的。若不是王妃替嫁后迷惑王爷，相府不会倒，曹之仁和梁氏也不会死。他还说，陈王妃的位置本该是他的，他只是在拿回自己的东西。刀口从来不在我手里，他却偏偏看得见我。不必让他明白，他越不明白越好用。继续放线，不许惊动曹莹莹。他想见谁就让他见，他想递话就让他递。是。还有，不要在暗巷口收我，我要的不是几条小鱼。是。这京城像一张网，谁都以为自己抓着线，可线的尽头早被扒人攥在掌心。
太子殿下，我就知道您不会不管我的。曹植人死前可曾留过相府旧部名册？梁氏掌过内宅，他有没有藏过太子党往来的账册？银钱、书信、印纸，哪一样还在？我不知道，可我是相府嫡女，曹居人的女儿。只要殿下许我太子妃之位，我愿意帮殿下指认曹运初和萧凌风。当初就是曹运初替嫁，他和萧凌风从头到尾都是一伙的。萧凌风假意娶我，就是为了害相府、害殿下。我可以作证，我可以在朝堂上说。朝堂，如今朝堂上坐着的是萧玉那简陋的东西。萧凌风靠一个冒牌货翻身，也配在本宫面前摆成王的谱。真正该坐上皇位的人是本宫。殿下要翻身，光有相府旧党还不够。萧凌风如今得心地倚重，是因为他干净，因为皇贵妃一案被压了下去。你们的人还能动？皇贵妃旧日恩典总有人记着，只要重新坐实她弑母的恶名，再迁出纯妃旧院，新帝就算想用她，也得掂量悠悠众口。我有用，我知道曹运初回京了，他还怀了萧凌风的孩子。萧凌风护他护得跟眼珠子一样，只要抓住他，或者抓住他肚子里的孩子，萧凌风一定会乱。到时候让他认什么罪，他都得认。王爷，可要即刻收网。若是从前有人敢动我，我或许还会忍一忍，盘算哪条路能活。可如今不一样，我肚子里这个小崽子什么都不懂，却已被人当成逼萧凌风低头的刀。你继续盯着萧策，皇贵妃余党能露头的人一个也别放过。相府旧党若还有残肢，也让他们自己爬出来。可是王妃这边，王府内外加3倍人手，他身边不许离人。你想等他们全都露出来？曹运初，这一次若只抓萧策，他背后的手还会伸出来。我要他们再也伸不出手。吓着了？我没那么容易吓着，我只是想知道皇贵妃为何总咬着你不放。从大狱到如今，萧策一败再败，偏还敢拿他旧党做文章。因为当年纯妃娘娘也是这样被人一步步逼到无路可楼的。纯妃曾是父皇最宠的人，宠到皇贵妃多年不敢正面争。后来宫中有皇嗣出事，罪名落到她头上，说她善妒，容不下别人的孩子。不是他做的。不是，他连宫里病弱的小猫都舍不得丢出去，怎么会害一个未出世的孩子？先皇不信他。他信，可那时皇贵妃母族正盛，朝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父皇说要查，最后查成了纯妃身边人畏罪，查成了纯妃管束不严，他被夺封，打入冷宫。我跪在冷宫外，跪到血没过膝盖，求父皇开门。里面没有声音，外面也没有人敢替我说一句话。父皇来了，看了我很久，最后只说回去。纯妃娘娘呢？第2日自尽。纯妃死后，父皇空知后位多年，宫里人人都说他情深，可死人听不见，冷宫的门也不会因为他后来后悔就重新打开。所以萧策如今想替皇贵妃翻案，想借旧党翻身。疼！他动了。他不该知道这些，所以萧策该死。你要怎么做？萧策以为拿孩子威胁我，我便会乱。他既敢借皇贵妃余党翻案，就让他把能动的人都叫出来，旧账新账一并清。皇贵妃旧党藏了这么久，会轻易露头？会。当年纯妃案里活下来的人，如今都在赌萧策能不能翻身。只要我给他们一条看似能赢的路，他们就会自己走出来。你答应我，清账可以，不要拿自己去赌。运初，我会让他们付代价。曹莹莹被奉承几句，重新端起相府嫡女架子。她说等前太子复位，她仍该做太子妃。她还说，一个外室所生的庶女也配压在我头上。等太子殿下大事一成，我第一个要处置的就是她。他咒我也不是1日2日了。从前是从前，今夜他会把萧策逼出来。王爷，暗巷急报，萧策发现曹莹莹身后有人跟踪，正往废宅去。血腥。他想处置我的时候，可没显我碍眼，何况这是他自己选的路。备马车。
太子殿下，我是真心帮你的，银子、名册、暗线都是我拿来的。你是自己来的，还是萧凌风放你出来的？不是，我本来就该是太子妃。若不是曹运初那个贱人毁了我，我怎么会落到今日？我帮你是因为你能把我该有的富贵还给我。殿下，你信我，我能。蠢货！我该做太子妃的，我不该死在这种地方。围住！王爷，曹莹莹已死，萧策在内。拿下，一个不留。萧凌风，你来的倒快，怎么杀了自己的假王妃灭口，还想把罪名推到本宫身上？曹莹莹死了，他竟还能把这盆脏水往萧凌风身上扣。相府旧部暗中联络前太子党，名单在此。皇贵妃救人出入藏身地，往来密寻在此。曹莹莹身上有你的信物，向外有你的人，暗桩供词亦在。你说本王灭口？好得很！父皇偏心，活着时偏心纯妃，死了还偏心你这个贱人生的儿子。你都进了大狱，受尽酷刑，怎么还不死？当年构陷我毒害皇贵妃，你参与了多少？你想听，本宫便说给你听。是本宫又如何？皇贵妃阵营早就容不下你，纯妃死了，父皇却还惦记你。你只要活着一天，本宫这个太子就坐不稳一天。旧案余毒本就牵扯不清，借来用一用，有何不可？还有相府那道婚纸本就是笑话，曹植人想两头压住，本宫就让救他的嫡女跟你一起烂在牢里。谁知道曹莹莹怕死，换了你这么个庶女进去。押走！萧凌风，你别得意，萧玉那皇位也是捡来的，他不过趁乱坐上去，你以为他真容得下你？你今日替他除掉本宫，明日他就会……别看了。陛下，前太子党覆灭，相府旧党亦被连根拔起，成王殿下已将人犯押送候审。三弟辛苦了，成王清剿逆党有功，朕心甚慰。赐成王金印一枚，兵符半枚，另赏黄金1000两，锦缎白匹。成王殿下为国除逆，功在社稷。臣弟不过为皇上分忧，你我兄弟不必如此生分。前太子余孽已除，三弟也该歇一歇了。皇上说的是。赞朝！成王殿下，皇上有口谕。皇上说，中秋将近，宫中设家宴，请成王殿下届时携成王妃入宫。皇上还说，兄弟之间久未好好坐坐，正该趁此机会谢一谢三弟。臣弟领旨。当初离京那夜，你是不是一直以为自己只是我弃掉的一颗棋子？难道不是吗？新帝一道口谕，说我抢了曹莹莹的亲，皇家颜面不能丢，你连一句挽留都没有，只给我一纸自由身。我前脚离京，后脚京中人人都知道，成王府迎进了曹莹莹，相府嫡女成王妃，多体面。萧凌风，你那时是不是觉得我这个外室所生的庶女，既然帮你从大狱活着出来，又帮你在父皇面前争了一条路，便可以退场了？我最恨你这种沉默，像所有刀子落在我身上，你只负责替我把血擦干净，却从不告诉我那刀是谁递来的。运初，成王殿下算无局策，算得清曹植人会把曹莹莹再送到你手上，算得清曹莹莹会披着成王妃的名号入局，也算得清萧策余党会顺着他这根线露头。所以你也算好了，让我在外头听着你迎娶曹莹莹，听着相府倒台，听着京中风云变幻，却什么都不知道。你可真仁慈，还给我留了一箱黄金，一张自由身，我是不是还得谢你？是，我算过曹莹莹，算过曹植人，算过萧策，也算过萧玉会借你的去留是我的底线。我甚至算过你离京之后，拿着黄金能避开京中所有风浪，只要你不回头，不入局，就能活。唯独没算到，你已经有了我的孩子。
所以呢？若没有这个孩子，你是不是就永远不来找我？萧凌风，我到底算什么？若你只是棋子，我不会把唯一的退路告诉你。远郊破庙，杨槐树下那一箱黄金，是我当时能留给你最干净的路。路？你给我路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走在那条路上会听见什么？我听见你娶了曹莹莹，听见她做了成王妃，听见相府入狱，听见所有人都说成王与新帝联手旧党尽除。别说黄金，别说你后来找我，我要听那晚新帝口谕到王府时，你为什么一句话都不替我说？我要听你为什么看着我收拾包袱，看着小柳哭，看着我一个怀着孩子却自己都不知道的女人连夜离京。曹莹莹进成王府那一日，你到底拿我换了什么？云初，那日我若在萧玉面前替你求一句情，抢婚之罪就会坐实。他要的不是皇家颜面，是我的反应。我要是敢留你，他就敢立刻把你扣在王府，扣在宫里，扣在所有人眼皮底下。那你就让我走。我只能让你走。为什么？那时王府外有前太子余党等着咬死我，王府内有新帝盯着你。你若留下，最先死的人一定是你。先皇驾崩的太急，萧策虽失了太子位，却没真正断干净。他手里还有皇贵妃留下的暗线。那些人不敢明着反新帝，就盯着我，盯着你。盯我做什么？我不过是相府推出去陪葬的庶女。因为替嫁，圣旨原本指的是曹莹莹，你进了大狱，又成了我的妻。萧策若要翻旧案，只需咬死皇家婚约被你我污了，便能逼新帝处置我，也能逼相府反咬你。曹植人会说你抢亲，会说你自愿；曹莹莹会说你害他。所有人都能活，只有你要死。萧玉表面倚重我，借我的手清萧策旧党，可他从来没有信过我。只要我当着他的面护住你，他立刻就会知道拿谁是能制住我。那你不给我休书呢？既要赶我走，又不肯放我干净。萧凌风，你到底把我当什么？当我的妻。若我给了休书，圣旨婚约一断，你彻底脱身，也彻底失去我暗中护你的理由。云初，我不是不爱，我是不敢让所有人都看见我爱。外有萧策，内有萧玉，那是我能给你的最好活路，就是让所有人都以为你已被我舍弃。只要你离京，你藏起来，我便有时间把他们一层层剥干净。以后若再有选择，我宁愿死，也不会再让你们母子单独走。成王殿下，皇上在宫中设了中秋家宴，特请殿下与王妃一同赴宴。到底是君心难测，这分明是一场鸿门宴。云初，别怕。我的心跳得极快，肚子里的小家伙似乎也感受到了这股不安，一直在剧烈的乱动。请。三弟，宫宴散了，你我兄弟二人单独聚一聚。成王妃身子笨重，随本宫去偏殿休息吧。他身子不便，还是不要离开我视线的好。三弟，这是不信朕，还是不信朕的皇后？无碍，我正好累了。凌风，你和皇上兄弟俩好好聚一聚。皇上到底是何打算？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皇上让本宫好生照料你，你安心休息吧。你不能出去！萧凌风在外面，我要去找他。你出去就是送死！你知不知道抚养驾崩时留下的遗诏，其实是让萧凌风登基。皇上登基了，可他恨了，明明是异母同胞，先皇选中的却不是他。皇上拉拢他铲除太子党，不过是为了稳固时局，博取他的信任，最后再斩草除根。萧凌风也料到了这一手，今晚是他们避无可避的死局。萧凌风，你这个傻子！别过来！再过来，我杀了他！
孽畜！三弟，你输了。你想要这皇位，那个女人就得死。人不能什么都得到，想必这道理父皇幼时就教给你了。那时父皇最疼你了，不管我怎么用功讨好，他都难得看我一眼。文妃死后都说你不受宠了，只有我知道，父皇还是最在意。我不要皇位，甚至可以不做成王。我带他走，离这清静远远的。我相信你说的，但我不想放你走。只要你活着，我就会一直想起父皇对我的冷落。只有你死了，这龙椅我才坐得安心。三弟，我答应你，只要你自尽，那个女人我会放她活着离开。不过她肚子里的孩子是不能留的。萧凌风，我知道你去村子里看过我，我知道我不在京城的日子，你都挂念着我。还记得你在大狱时我对你说过的话吗？我说会带你离开，还有许你做皇帝。我的气运会助他得偿所愿，可气运女一旦把气运用在他人身上，便注定不得善终。还好你没事。1月后，萧凌风登基，追封我为后，我们的孩子为太子。新帝登基8年，后宫空无一人。待太子开智，新帝退位，隐去了灵山寺。青灯古佛10载有余。太子长成，是岁冬日，先帝圆寂。